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演农村姑娘，把赵丽颖、童瑶和热依扎放在一起就看出差距了。赵丽颖的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热播中，这也是她继续拍摄完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和《有匪》之后的转型之作。相比她之前出演的玄幻剧、悬疑剧等题材，赵丽颖这一次选择了看似并不受年轻人欢迎的农村剧。不过她饰演的女主角和幸福却因为勇敢不服输的性格，相当拉好感。其实，许多女明星都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有过演出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以下10位平时光彩照人的女明星，在出演农村姑娘时是否会违和，而谁最入戏，谁又最拉胯，一目了然。1. 赵丽颖2022年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幸福农村姑娘》和《幸福是个轴人》，尽管作品尚未更新完毕，但是从前期的情节就能看出，她吉祥物式的外表下有颗勇敢、善良的心。而她的饰演者赵丽颖原本也出生于河北廊坊一个普通的农户，经过了后天不断的努力打拼，才从真正的草根走向的顶流。可以说，和幸福的背后是赵丽颖本人的故事在支撑着她的人设，所以和幸福举手投足之间的猛，似乎就在情理之中。连导演郑晓龙都说，剧组的所有演员中，她是最合适的。也有人认为何幸福并不是被赵丽颖演出来了，而是她本人就是何幸福。而更为难得的是，何幸福干农活真是一把好手，赵丽颖蹲在菜地中，完全让人忘记了她其实是个女明星。2. 热依扎2021年《山海情》李水花。热依扎曾经因为李水花这个角色惜败30而已的童谣，错失当年的白玉兰视后，还引发网友热议，足见她饰演的农村姑娘李水花是许多观众的心头好。李水花本是男主角马德福的青梅竹马，但是因为当地太穷了，父亲最终用1头驴、2只羊和2笼鸡就把她卖到了农村。水花也曾经想过逃跑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善良的本性而选择回家嫁人了。但是尽管她天生乐观坚定，但厄运却并没有放弃折磨她。后来，在菌草专家林义农的帮助下，她在自家的庭院里种出了双苞菇，将人生过得闪闪发光。其实李水花这个人设本就很好，加上热依扎过硬的演技，在意料之内便碰撞出了火花。可以说她是全剧中最让人心动的女性角色，比番位更靠前的闫妮、姚晨、陶虹等都出彩。3. 吴越2021年《温暖的味道》刘海棠。吴越这几年挺红，因为演技能打，所以出演了不少出圈的角色，比如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小300、扫黑风暴中的反派局长贺云。而在靳东主演的扶贫剧《温暖的味道》中，他挑战了泼辣直爽的煎饼社经理刘海棠一角。这个角色被吴越演得相当饱满。他最初在面对新书记孙光明的到来时，非常积极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干劲儿。但是两人经过种种摩擦之后，性格藏不住事儿的刘海棠开始做了，甚至还联合其他人开小会，要罢免新书记。其实单看桥段，戏份不太突出，但是吴越的厉害之处就是能用几个动作、眼神，就将一个风风火火的农村妇女形象展现出来，活脱脱就是你我生活中的邻居大姐，一点腥味都没有了。但事实上，在话剧舞台上的她和生活中的她是这样的，真该感叹一句，好演员就应该是一人千面的。4. 曾黎2021年红旗渠。冯小怡。曾黎曾经被评为2010年不遇的大美女、大青衣，但是因为个性的原因，她不太有功利心，所以出道至今22年都不太火。尤其是这些年，
曾黎开始不再演女主角了，而是在不同的作品中给别的小花做配角。哪怕是农村剧《红旗渠》中，她也不是第一女主角。她饰演的男主角林杰的妻子冯小怡本是个高材生，但是却为了丈夫甘心放弃更好的前途，留在县里做一个普通的初中老师。她看似柔弱，但是却是丈夫林杰的底气。每次对方有难题，也都是冯小怡帮忙处理和解决的。拍戏时，曾黎已经45岁了，但是脸上没有太多岁月的痕迹，而她的优雅也足以支撑起她温暖而优雅的人设。5. 王丽坤2021年京山丽海，吴小蒿素颜女神王丽坤，在去年也拿出了一部乡村振兴剧，名叫《京山丽海》。剧中，王丽坤挑战出演了凯坡镇副镇长吴小蒿一角，这个形象和王丽坤本身就很像。她外表知性文静，但是内心却坚定柔韧。其实王丽坤先少演类似的角色，因为她出道以来的存在感一直很低。早期曾经搭档于何伟，一直演谍战剧，后来开始转型，也拿出《西游伏妖篇》中的蜘蛛精等角色，却没有太大水花。京山丽海尽管有优秀的男演员张国强坐镇，但是并没有太多关注度，反响实在一般。6. 童谣2018年大江大河，宋运平上文提到的童谣也有很经典的农村形象。在30而已播出的前一年，她也因为宋运平一角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。作为一部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讲述先行者不断突围的男人戏中，童谣饰演的宋运平是不可忽视的白月光。她是雷东宝的妻子，宋运辉的姐姐，本身相当优秀，但是却为了让弟弟读书，主动放弃了求学的机会。随后遇到了雷东宝，嫁人之后，她敬重丈夫，辛苦持家，但是却因为一次意外突然离世。当初这个角色出来时，许多人说她太过圣母，但事实上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可能就会明白，宋运平式的姐姐真实存在着，而且数量不在少数。再来说童谣的演技，她之所以能凭借这个角色拿下诸多奖项，足以说明诠释的比较到位，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也很有说服力。7. 蒋欣2016年女人的天空，方兰心没想到吧？华妃娘娘也曾经在乡间种过的。她在2016年主演的《女人的天空》中，饰演了80后女大学生村官方兰心。而同一阶段，另一边《欢乐颂》更热播着，所以纵使这部剧的男主角是王凯，也没能改变不火的命运。方兰心是个吃苦耐劳的女性形象，与樊胜美的人设简直天壤之别，所以足见蒋欣的可塑性确实很高。这个角色还因为太过隐忍坚强，被剧组的工作人员称为现代版刘慧芳。8. 佟丽娅2015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田润叶《平凡的世界》可以说也是佟丽娅的转型之作。在这之前，她饰演的多位角色的美人形象，而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佟丽娅化身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。这是一个性格温柔，但是骨子里却藏着典型陕北女子执拗的形象。她不顾一切地爱着男主角孙少安，哪怕日后已经彼此成家，却依旧执拗地自寻烦恼。不过在丈夫经历了车祸的厄运之后，她幡然醒悟，选择回归家庭，重新开始追求更好的自己。其实佟丽娅在这部剧中的演技很惊艳，有人认为她已经将自己的内心与人物合二为一，所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。她也凭借这个角色摘得了当年的华鼎奖和金鹰奖最佳女演员奖。9. 郝蕾2015年《我的二哥二嫂》，李英姿东北人，郝蕾一直以来都想演一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，《我的二哥二嫂》就是这样在机缘巧合下完成的。拍摄时，郝蕾年近40岁，但是演没过门的二嫂李英姿时还是很惊艳的。这个角色和许多村妇的泼辣形象差不多，
都是那种直率又敢做敢当的性格。别看郝蕾身上有一种脆弱的美，但是出演类似的角色不在话下。她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穆桂英式的女性，艺高人胆大，认准的事儿从不回头，后悔。就像她自小就认准了丈夫周武，哪怕对方对她没有感情，她还是帮着他，甚至做了他们家的主心骨。但是李英姿身上也有至柔的一面，最终如愿与心上人走在一起，共度难关，令人动容。可以说，郝蕾诠释的李英姿非常饱满，她既不是一味的苦干闷干，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她也有缺点，但是从不对生活示弱，像极了现代生活中又美又飒的优秀女性们。10樱桃2012年温州一家人，周阿宇。温州一家人中的周阿宇一角，曾经让樱桃顺利摘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。这个角色本是普通的农村女孩，却因为父亲的一意孤行，13岁便被送到欧洲漂泊。从那时起，她的心中就被写满了恨。但是这份狠背后也有她不断进取的压力和勇气，所以也一步步促成周阿宇最终成长为商界女强人。可以说，周阿宇与以上几个农村姑娘的形象稍有不同，但是从底层一点点努力生活的样子却是通用的。樱桃的演技毋庸置疑，她的长相本身有一种温婉柔和的美，但是眼神却带着刚强和坚毅，这一点在人世间中的郑娟身上也有体现。以上10位女明星均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自己版本的农村姑娘，你觉得谁的演绎更打动人心？谁又真的不适合类似的题材呢？